现在把我的折叠单车打开，还不是很熟练啊。好了，现在就可以去骑行了。今天呢，打算就在小区里头走一下啊，走一下旧区旧会所那边吧。走，出发。今天好天气啊，也是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吧。难得啊，连续下雨的这么一个几天当中，出了一个太阳的天气。这边有个大坡，我就不挑战了，推行吧。祈福新村本来就建在一些个坡地上，所以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些上上下下的坡。现在走的这条马路呢，是村内的19号大街啊，横贯东西。左手边呢就是祈福英语实验学校的校区了。这边呢主要是学生的宿舍、生活区。
我们左拐进来啊，福音路这边来走一走。一样啊，这边也开了一个你我他。牛肉好不好？左侧呢就是启福英语实验学校的后门。哦，前面有2个哈士奇啊，很漂亮，像双胞胎。哦，骑着一个电单车的一个狗主人啊，牵着2只小狗在遛狗。在祈福新村内骑车呢，这个路上遇到太多的这些 bump 限制车速的那些设施。现在这边的景象跟以前完全不同啊！一眼都望过去的就是排山倒海一般的缤纷汇的这个小区的楼房。现在可以看到左侧呢是一个体育场的看台。这个是前1、2年呢，经过改建以后啊，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变成了英校停车场的出入口。自从建完以后还没来过呢。以前就是一个体育场，每年的运动会啊，家长都出席的。现在呢，把它翻造改建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看台的体育场了。并且呢，用一个连廊啊，跟缤纷汇的商业区呢连上。这边应该也是可以出小区的啊。我们先在小区里面兜一兜吧。这边呢，就是旧区的一些连起的别墅啊，房子呢应该有30来年的历史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这种带有一个自家小院的这么一种房子，2层楼啊，或者是2层半、3层吧，自己一个小小院，门口呢也可以放一点东西。但是很多人家呢，把它搞成了一个小花园，种的各种喜欢的植物啊，这个感觉非常好。这边呢就是祈福新村旧区的大门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大门。一右拐呢就是老会所，我们可以骑到老会所的跟前去看一看啊。这边有几个很漂亮的喷泉，这个就是喷泉。老会所呢有室内、室外的游泳场，也开了一些小店啊，还有羽毛球馆啊等等的这些设施。
围绕着这个老会所呢，就是一些连体的别墅吧。虽然比较旧的一个小区啊，但是看上去特别舒适，有点那种乡村的房子的这种感觉。毕竟祈福新村也是从香港那边来的一个品牌吧，所以当年的这些设计呢还是低密度的。这个当然有赖于当年的地价很便宜啊，老板有眼光，也有这个能力呢，一口气拿下了一整片的这个土地。虽然说对于当年的这个土地啊众说纷纭，并且有一些惊悚的故事啊，因为这个土地的下面啊，有一部分据说曾经是一个坟场之类的。但是呢，以前古人呢，对这个生死看得比较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啊，人们更把注意力呢放到了怎么能够改善当下的生活，活在当下吧。所以对于那些之前的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等等的这种说法呢，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是一笑了之了。这边呢是走进一条小街啊，这边呢也都是一些联排，但是又像是独立的别墅，比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地方呢多了一个围墙。很多家呢都改建成了很不错的大门呢。记得以前小孩，他们有同学也好几个住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小区里面。前面有狗狗来了，也是2只。在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呢，有充足的私密的确保，很安全。在自己的家里头呢，可以自由自在啊。这个房子呢，虽然这个院子也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也足够能够容纳一些植物。比方右手边的这一家呢，就开了一个很漂亮的，也是三角梅吧，满满的盖住了整个庭院。这些送货的小三轮，我们再拐回到同样的这个小街啊，另外一条这样的小街里面去。其实很多小院啊，那个样子一看就是都已经经过了某一些的改造，可能业主也换手换了几次了吧。哟，这边还有2个小朋友在那里玩他的单车，一只猫狗。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只小狗吧。看来这个父亲啊，早上带着2只毛狗到处去散步，门前的应该就是他2个小孩，在那里摆弄他们的小单车啊，虽然是个玩具单车。请大家一起跟着我的镜头啊，看看我们祈福新村最老的社区那些连排的小别墅啊，看看他们门前都种了一些什么花草。房子有些呢也做了一些改造啊，但是大部分呢还是保持着原汁原味当年那个风貌，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停车还是成了一个问题。当年可能没有想到啊，中国也是那么快的就进入到一个汽车的年代，使得现在这边的停车呢多多少少也发生了一些紧张的状态吧。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祈福新村最东面的那个小山坡啊，应该也是祈福的一个叫界山吧，分界线啊。曾经无数次的到这个山上去走过，非常不错的，可以还能爬得上去的一个小山啊。人不多，我记得我拍的第一个生活视频，就是因为爬到了这座小山上，给大家拍了。这边呢还有一个基督教会啊，利用自己的一个房子做的基督教会。其实大家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呢信仰啊也不见得说一定是信某个教吧，其实信仰无所不在。信仰呢实际上是内心，根据每个人实际上需要呢，其实这些信仰也是有所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信仰啊就必须是一种大家都认同的，是统一的一种东西啊，然后呢大家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啊，比方说欧美他们到了周末就会去到一个教会，进行一个大家都认同、完全一模一样的这种仪式。但是呢，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呢，是更多的藏在于内心。比方说，我们很多年长的人呢，他们内心还是比较向往那种佛教的境界啊。我记得我的外婆小时候，虽然养育了7、8个子女，操劳了一生，而且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经历过战争等等。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呢，又是内卷又是躺平的啊，各种各样的很多的说法。那么当年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生活啊，要比现在严肃的多得多，物质也贫乏的多得多。但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内心有一种信仰在。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经常看见外婆手持一串的念珠啊，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念很多我也听不懂的那些词语，就靠这样支撑了一辈子。所以信仰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可以
在内心深处发挥着非常巨大的这么一个作用，可以抵御时事的艰难，甚至是战争年代的这种创伤。现在呢，我还是骑行在祈福新村的旧区啊，所以这边呢有 A、B、C 啊、E 啊、D 啊这样的一些区，但是我也分不清楚啊，到底哪些区才是属于哪个号码的。我只知道呢，这边是一个绿化状态非常好。居住空间呢比较宽敞，人口密度比较低啊，这样的一个居住的环境。我而家行到19街。虽然呢，限于当年建设的这些设计的理念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条件所限吧，所以这些房子的话呢，也都显得不是那么的现代了。里面的设施呢，可能也老化了。有一些呢，就它的新的房东入手以后呢，进行了更多的一些改造，让它变得更符合现代人的居住的一些理念和生活方式吧。但是更多的呢，还是保持这个原样。所以呢，看上去朴实无华，其实呢，也是顺其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吧。这边呢又是一个上坡道啊，所以我把它调到了慢档，因为我也不懂这个车啊，买来以后才发现其实只有2个变速，但是呢骑了3、5天了啊，整体感觉还是挺好，应该说还是符合我的预期啊。特别是如果说骑到一些平路啊，像昨天呢就骑到了金山湖湖畔的环湖的这些单车道上啊，就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种骑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对于那些需要用力啊，或者说比较陡的那些坡呢，这个车光靠2个变速是不够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怕自己避免入大坑啊，先找了一个小点的坑，先进去试一试，就买了这么样的一个车。现在走的是福祥路7街，以前开车呢也曾经走过。这边呢还是延续着刚刚我们看到的旧区的那些联排别墅的样子。可以看到大家家里头小院里头种的植物啊，五花八门。有些人还把这个小院呢做了一个玻璃顶啊。这里有个蓝猫，好漂亮啊 ！Hello， 你是这家的吗？蓝猫，胖胖的蓝猫。这边一些连体的别墅啊，可能应该也算独立的吧。
就显得比较宽大一些啊，应该面积在300平方米上下。对面呢就是一个体育场，还有很多孩子这边玩球呢。这边还有2个网球场，应该是父子俩在这边打网球，有点乡村俱乐部的感觉。这边有个老外带着他的孩子。今天虽然是艳阳天呢，但是呢，因为前几天一直下雨，气温呢降得比较厉害，所以今天还好。这就是村巴啊，这边呢就是老会所配套的一个商业小街。当然，很多店啊都已经换了几茬的主人了，但基本的生活设施呢还是有啊，比方说药房啊、快餐店啊、宠物医院啊，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祈福农家菜馆。这边呢是我们以前经常来的老会所啊，好多的店还在呢。主要呢也是一个停车的功能啊，你开车啊，即便在村里头也是需要很多停车的地方的。我们再从祈福富华五街这边再走一走，还是同样风格的这些房子啊，街道的那些状态。祈福新村呢，应该是改革开放早期啊，最早在香港发售的国内的物业之一吧。因为本身老板也是来自于香港的。那么对于当年呢1-2千块1平方米的这么一个房价，大概是香港房价当年的1/10吧。所以呢，也吸引了一大批的香港中产人士，或者呢，在香港已经有了一套房子，难以再入手第二套房子，或者呢，在香港的房子实在是太小，也想在其他的区域买一个房子呢，可以度假休闲。就为了这样的一些目的呢，香港人当年在祈福置业的人很多，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候鸟一般的生活方式，就是到了周末或者香港的公共假日呢，很多的香港人都会选择通过当时的直通车，通过当时的这些客运的船只，也有很多呢通过私家车或者是搭乘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呢，
来到祈福。这些呢，是我们记忆犹新的当年祈福的一种到了周末时的那种风景线。所以当时在这个节假日啊，周末的时候呢，在车站、在餐馆、在祈福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到这边来度假，这样的一些香港的朋友们，一直呢延续到了应该疫情之前吧。虽然有很多人已经卖掉了啊，很多人呢可能也在别的地方去置业了，因为现在有更多的选择了。但是呢，基本上啊，到了这个时候呢，还是会有很多的香港人回到番禺这边来生活，短时间啊，或者是度假。据说呢，也有一些香港人呢退休以后，他们就在这边生活了，他们的子女呢，经常上来看望他们。所以祈福呢，因为有比较好的一些医疗设施，也有专门的养老的设施，所以呢，对于一部分的香港人，他们呢可以满足自己的这种需要。已经兜了一大圈了。今天的祈福老区啊，西区不对，应该是祈福的最早的那个老区的骑行之旅呢，就差不多结束了。现在我们顺着19街啊往家骑，右手边呢就是刚刚出来的时候跟大家说的祈福英语实验学校的校园了。在回家之前呢，干脆再到学院路上面去拐个弯，骑到祈福英语实验学校的门前，再去兜一下吧。如果有人要问我，其实我以前自己在视频里头也说出我的答案。当时为什么选择在祈福新村生活？或者在祈福，你觉得这个价值最大的在哪里？那么我都毫不犹豫的会说，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学校，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私立的学校，而是说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思维的，有着多种教育体系。你作为一个学生和他的家长呢，可以进行多种选择，根据自己的需要呢，来进行这个教育的规划啊，这样的一个学校。我知道有一些看我视频的，都是从祈福英语学校毕业出来，现在在世界各地。他们有时候呢，怀念家乡吧，怀念以前生活过的场景啊，他们就会在网上搜索一下，偶然会收到我的视频。所以呢，也有几位曾经因为这个向我表达了一种谢意啊，希望我能够多拍一下他们经历过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经历过还在经历的这些生活的场景啊。人都是念旧的嘛。这个现在就是我给大家展示的祈福英语实验学校 Clifford School 这样的一个正门啊。但其实这边呢是他们双语部的一个大门，国际部呢还在往前一点点。我继续骑过去给大家再拍一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校内还停了很多黄色的校巴。说起这个校巴呢，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有了改变啊。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我也曾经在那边短期生活过。那么最厉害的车不是警车，
最厉害的车一定是校巴，只要校巴停着，后面的人都不能通过。校巴是有第一优先的一个通行权的。这边呢，就他们国际部的门了啊。一般到了下午3、4点呢，国际部的学生就早早放学，这边就会有很多家长来接他们，因为祈福里面也很大。当然，大一点的孩子会骑个自行车啊。再往这个学院路啊门口走的话呢，就是刚刚在后门给大家展示过的，它的新建的或者是翻修过的一个体育场，很大体育场。我们以前孩子这边每次开运动会呢，我们都会去啊，非常壮观，是家长学生一起参与的这么一个体育大会啊，所以挺有意思的。这边呢就是要出村的感觉了，那我呢就在前面掉头吧。我们就不出村了，现在往回骑啊。平时非常恬静的一条马路，虽然说也是一条交通的主干道，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节假日这个路边上都停满了私人的车，但是呢，学校应该是一个放假的状态啊，所以这边没有接送家长，也没有学生放学上学的人流，所以感觉很舒服。这些树木呢，经过几十年的生长啊，也慢慢的长大。虽然这个树冠呢还没有连成一片，变成一条真正的林荫道啊，但这种感觉呢还是蛮舒适的。就这种感觉呢，就有点像我自己自驾在上海，在各个地方去开车瞎兜的时候呢，就去到一个地方叫碧云社区，也是上海的一个有名的国际社区吧之一。在那边呢，就是也是类似这样的这种街道啊，但是比这个还要漂亮。最重要的呢，它那边在这样的一个大小街里面呢，有好几个这种国际化的学校。然后呢，那边当然也生活着很多的老外和本地的这些居民，就也经常去到他们的生活的社区啊，这种感觉呢，还是别有一种味道，也是吸引着一部分的人呢，就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生活。所以今天的骑行呢，应该已经超过了我本来想骑的这个里程了，应该有个半个来小时了吧。我们现在就回家吧，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电池能够支持多久啊。我不去了，我那个什么正一骑到这呢，就可以享受一个下坡的不用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要刹好车啊。这是一个大坡，右边的牵涉园呢，也是跟往常一样，总是有人在那边集体唱歌。
好了，今天骑行就到此结束吧。不知道看我视频的朋友们身在何处，是不是也是一个五一的假期？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要祝大家5·1或者5月快乐吧。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现在收车。好，回家。